大家好，我是怡言，今天我们要介绍大佬的账号了。各位还记得这一次960对上1034的 KVK， 其中有一个大佬他击杀是已经超过了140亿，从原本384亿的击杀变成520亿。那么他本人是已经授权了让我去分享他的账号一些资讯，然后今天的截图全部都来自这位主播 Only Farmer。虽然她是英文系的女主播，不过她会讲广东话的。那有兴趣会看英文的观众可以直接去看她的直播，她是访谈的整个过程，我只是把她的直播内容简化还有翻译成中文而已。那首先这个画面其实是她直播最后分享的画面了，不过我打算放在第一个。首先她面板上可以看到拥有的资源是有3259亿的资源，这个资源量是真的超级夸张的，而且各位要记得，这个是他打完 KVK 之后拥有的资源，甚至比我之前去侦查他的城市时拥有的资源还要更多。目前拥有的宝石有2232829。那么宝石的计算我会留到最后，我们接着看下去。先看一下他这一次 KVK 的数据，在这一次 KVK 他是总共击杀了 7.26 亿，在2023年10月25日他是击杀最多的时候，一天击杀了7389万的部队。那么我就看了一下时间表，那个时候刚好在打这黄庭，好像是第二天，就是960的旗帜是已经建到228那边去了。就在那一天，他的击杀是特别多的，然后他治疗了 5.68 亿的部队，阵亡了2581万的部队。那你们可以注意到，刚刚的击杀、治疗、阵亡全部都是超过100%的执政官。再来是野蛮人，我相信各位应该都不感兴趣啊，所以我们跳过。再来是联盟还有王国的数据。刚刚面板上我们已经知道了多少资源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书包到底有多少。那这些箱子里面我全部都是以玉米来做计算，每个资源种类我都有做记录，总共加起来它总共有2200亿的资源在它的书包里面。那么他有说到这一次的 KVK 它是每一个资源大概花了600亿左右，换算下来大概是2亿啦。如果是根据我之前的列表的话，也就是说这个书包刚好够他打一季 KVK， 就是大概150亿的击杀。不过因为他这一次打的敌人是960啊，假设不是960哥是其他的王国，可能水晶科技没有这么高的话，或许可以打更多的击杀。不过他这里的资源呢，不是我目前看到最多的，我看到最多还是尤大的书包，他书包里面总共是有4213亿的资源，差不多是 Peacemaker 的1倍。他也是目前我看到书包里面最夸张的一个玩家，因为之前他的账号是18亿战力，然后再加上之前他的王国都不是在先锋王国，没有什么打仗，所以书包里面会比较多资源。然后他的 VIP 点数大概有3900多万，可以帮10位玩家从 VIP 0升到 VIP 18。不过这里的宝石就比较少，只有4.31万。再来就是加速，因为 KVK 刚结束的关系，所以它的加速会比较少。这里训练加速大概有2年，通用加治疗加速大概3年左右。不过 Peacemaker 在直播中有说到，原本它的加速大概有600到700天左右，大概是20年左右啦。然后在打完 KVK 的时候，它的加速剩下2年左右而已所以它这一次 KVK 确实是花了很多加速。至于资源方面，它一开始是有1100亿资源的，然后到了第6区变成900亿资源，回去又再买资源变成1100亿资源，最后打完 KVK 剩下780亿，也就是大概每个资源用了600亿左右，总计加起来大概2000多亿的资源，就是跟我之前算的差不多。至于统帅搭配方面呢，因为他的聊天是挡着，所以不能看完全部我这边我有做记录，他是用布迪卡搭配阿尔特米，尼布贾尼撒搭配居鲁士大帝，诸葛亮搭配李成桂，有时候搭配亨利，关羽搭配西皮，刘彻搭配塔里克，司机搭配贞德，霍去病搭配威廉。那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搭配不是最强7队的搭配，然后他是分成了3队工兵、2队骑兵、2队步兵，都是以 AOE 优先的队伍。因为他的工兵分成3队的关系所以尼布就不能搭配诸葛亮，必须要把尼布变成主将搭配居鲁士。那我觉得如果他是用诸葛亮搭配亨利的时候，李成桂应该是搭配尼布那边的。至于步兵方面呢，也算是我个人在用着的搭配就是关羽搭配西皮，刘彻搭配塔里克。至于骑兵方面，司机贞德、霍去病、威廉，这个已经是标准搭配，基本上不会做更改。他会选择比较多的工兵，主要是输出还有 AOE 因为工兵比较多的统帅都是有 AOE 的，然后步兵也是有选择 AOE 的，骑兵也是，但是骑兵选择比较少，他就只能选择2队而已。
不过各位也可以看到，他宁愿用居鲁士都不想要用项羽，就知道项羽到底有多垃圾了。我是真的很讨厌项羽，他死得太快了。在装备方面，他是有做了4套步兵，不过其中2套他是做领袖的。第一套毕业装全专属是给关羽，第2套步兵装备是给套装，也是一样有全专属。因为刘彻是重击伤害统帅，所以他配了一个战鼓还有项链给他，项链提升普攻，战鼓恢复怒气。做了一套领袖专属的步兵装备给驻防，还给他带了一个反击书还有戒指。还有一套步兵装备应该是多出来的，所以他就做给了理查。实际上他应该是没有用理查去打野仗的。做了一套工兵套装装备给诸葛亮，搭配号角跟戒指。尼布甲尼撒也是给套装，不过他这里换成战鼓还有项链，还差一个手套就要全专属了。还有一个工兵套装全专属给了布迪卡，饰品就换成匕首跟号角。后驱兵给骑兵套装搭配号角跟戒指。司机装备2+4套装也是搭配号角跟戒指。他还有去专门做了一套辉煌女神装备，他是给图拉真，但是他的7队队伍里面也是一样没有用到图拉真的。我觉得他这套装备给驻防其实还不错，可以用混兵，用波罗头搭配李舜臣，就连他的打野统帅也是有装备可以穿了。不过他这里穿的是散装啊，就是用工兵的精装加紫装，然后他的鞋子是步兵的，就比较散了，剩下什么东西全部丢给他。那么在刚刚的画面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他大多数都是用套装。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失落之地可能打的没有这么多场，也没有办法买到太多失落之地商店的图纸，所以没有办法做到太多的毕业装。唯一的毕业装就是步兵的那一套而已，然后剩下的大多数都是套装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他是有这个财力可以去做这么多的装备啦，他不是说做不起，只是图纸不够而已。再来我们看他的军器，这里总共加起来有 28.9，然后它这个专属铭文是穷追猛击，就是我们在失落商店那边买到的。这一套军器是给骑兵的，接下来是工兵，总共加起来是 29% 的提升。还有一个骑兵防御力应该是提升1点多，就算是这样的话，它这里还有 29%。这里的专属铭文是攻守兼备，可以获得 3.5% 的普通攻击伤害抗性。自身怒气到了 80% 后，技能伤害提升 8%， 持续3秒，每5秒最多触发1次。另外一套工兵的军器加起来总共有30多% 的提升，但是没有专属铭文。步兵的第一套军器加起来也是大概30多% 的提升，另外一套骑兵总共加起来有20多% 的提升，加上一个所有伤害提升 1.5。第3套骑兵加起来 25.2%， 第2套步兵 23.8% 的提升，加上步兵的跑速 1.7。第3套步兵 18% 左右，加上所有伤害 3.9。第4套步兵 26.9% 提升，加上 1.7 的步兵跑速。最后一套工兵是拿前面几套混在一起的，它这个应该是开某一些集结或者是什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的吧，他把2个专属铭文都放在一起了。接着看他的纪念之书，他是2021年4月11号加入的，其实他这个账号是蛮新的，1年在线时间3000多个小时，然后他1年花了6018万的宝石，然后旁边是他采集资源还有运送的资源。不过看他这里的记录，用最多的居然是骑兵，击杀了16亿的敌方部队，打27场埃及赢了21次。那么他刚刚用宝石这个记录呢，其实差一点点就要打败亚劳的记录，真的是差那一点点而已。所以应该来讲 Peacemaker 其实他的宝石消耗是真的很多的，换算下来 Peacemaker 在1年里面是消耗了244238.53美金。这个只是计算宝石消耗而已，也就是说有一些宝石是没有消耗还放在书包的，这些都没有计算在内。那目前我看到记录保持者最高在国际服的就是俄罗斯父子，我忘记是爸爸还是儿子了，9339万的宝石，换算去美金开销的话大概是379033.67美金，这个真的是庞大的数字啊，所以我们真的不能跟大佬斗，斗不起。那么直播内容其实还蛮长的，中途他还有去开军器宝箱，那开的时间比较长的关系，所以就不放在影片里面解说了。那 Peacemaker 他本身是印度尼西亚人来的，不过据他本人透露他是华侨来的，就是这样子的账号在一个赛季里面达到了140亿的击杀。那也因为他的击杀升得还蛮快的关系，所以他这个击杀数其实已经是排到前10了，甚至我觉得如果他之后的 KVK 表现也是差不多的话，很大可能会超越第1名，也就是替代阿玛阿基的位置。那么不管怎样，最后还是感谢 Peacemaker 他愿意分享他的账号给我们查看啊。至于各位看了他的账号之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